大婚在即，我把准备在城里买房的30万首付全砸进了泥地里，只为了赶在雨季来临前给我的葡萄园挖通排水沟。可未婚妻却说我彻底疯了，当场摘下订婚戒指，摔门而去。隔壁种了20年地的大承包户也领着全村人笑我是个傻子。然而我没跟他们吵，也没辩解半句，转头就让5台挖掘机同时进场，按照最高标准修起了农田水利设施。直到半个月后，100年不遇的特大暴雨倾盆而下。当初那些看我笑话的人，眼睁睁看着自家果园变成一片汪洋，而我的果园因为排水正畅，葡萄卖出了比平时高3倍的天价。江毅又在这儿装神弄拐呢，测泥巴能测出金条来。哼，王叔，深层土壤湿度严重异常，高压气团正在滞留，这是罕见大涝的前债。大涝！你瞧瞧这毒态呀！你这破电脑天天乱报，留着也是祸害人，不如老子帮你砸了。王虎，你干什么？啊！快把小姨的电脑放下！老张不用慌，我谅他也不敢。王叔要撒泼，滚回你自家地里。这上面存着10年的气象数据，摔坏了你赔不起。你敢对我动手？老子种地20年，老天爷放什么屁，我用鼻子都能闻出来。经验救不了命，果实膨大期遇上连阴暴雨，你那满地的化肥就是催命符。你胡说八道！今年铁定是大旱年，你就在这守着破仪器等死吧！哼！喂，小曼。小西，我已经在售楼处了。我这次来土好了，这套3居室特别抢手，你快把那30万首付转我卡上，我今天就定下来。小曼，买房的事能不能先缓一缓？缓一缓？江毅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们下个月就要领证了，不买房住哪儿？果园要出事，气象模型显示马上有特大暴雨，我必须拿这笔钱去买防雨棚的骨架，不然果园就全军覆没了。你疯了吧？天气预报连个雨影子都没有，你拿30万首付去买几根破铁杆子？小曼，你相信我，这一次只要挺过这场天灾，我们的葡萄绝对能卖出天价。别说首付，全款买房都行。江毅，你少给我画大饼！今天你要是不把钱转过来，这婚咱别结了。老张，立刻去联系市里的农建工程队，让他们带着挖掘机和钢管材料，马上进场。小易，那可是你娶媳妇儿的钱啊！你这要把钱全砸进泥里，你媳妇儿跑了还能再追，果园要是毁了，我江毅这几年的心血就全没了。江老板，你这份气象灾害预判报告做得挺专业的。林经理，时间太紧了，30亩高标准防涝水水沟，再加上营养土点层，还缺20万。我要申请无息的助农贷款。我这张卡里有30万私人积蓄，全部拿出来当果园基建的启动资金。这是我的决心，也是我的担保。你把全部家底都押上了，万一天气运气预报不准怎么办？我读了4年农业大学，在这片地里摸爬滚打了3年，我信数据，更信科学。只要暴雨一来，我这园子就是全镇唯一能出好果的聚宝盆。好，有魄力，我现在就给你走特级审批通道，下午就能放款。多谢林经理。成功，钱已经到账了，50番全打到你们公司账户上。你先把村里的施工用水停了，让你的挖掘车车队半小时之内开进我的果园。1号机、2号机沿着东侧坡地挖2米深的主排水渠，3号机准备铺垫土层。江总，2米深的沟，这可是市里最高标准的农田水利工程了，成本太高了，就按最高标准挖。我要我的果园在暴雨里连一滴积水都没有。造孽呀！好好的地挖的坑坑洼洼，几十万就这么打了水漂。江毅，你给我住手！江毅，你给我住手！马上让他们停下来！小曼，你怎么跑到工地来了？这里太危险了！别碰我！我刚查了银行卡里面的30万全没了，你真的把买房首付挪用了？是，我不光用了那30万，还贷了20万。这50万今天必须全部变成防雨棚和调水沟。江毅，你就是个疯子，整整30万啊！我们在城里安家的希望全被你埋进这烂泥巴地里了。小曼，你看看这天，再晚半天防雨棚骨架就搭不完了。这天晴的好好的，我看你就是不想跟我结婚，故意找的借口。江毅，
江毅，我最后跟你说一遍，马上让挖掘机停下来，把钱给我追回来，不然咱们这婚立刻取消。这工程说什么也不能停，就算赔得底朝天，我不必须保住这片果园？行，江毅，算我瞎了眼，你就守着这果园，跟你的烂泥巴过一辈子去吧。江毅，你快让这些铁家伙停下来！妈，你别这样。造孽呀，那可是30万的买房首付啊！你就为了挖这几个破泥沟，把小曼都给气走了。爸妈，你们不明白，气象数据显示，很快就会来几10年难遇的特大暴雨。现在不挖好批水沟防涝，这满树的葡萄就得全烂在水里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你抬头看看这头顶的大太阳，这哪儿来的雨？你就是书读傻了，读的脑子都糊涂了。我是农业大学毕业的，我比谁都清楚这片地到底需要什么。这不只是钱的事，这是咱们家翻身的唯一指望。小易呀，妈求你了，赶紧停工，去给小曼道个歉，把钱要回来，踏踏实实过日子不好吗？就听妈这一回吧。妈，开工没有回头箭，50万我已经全投进去了，现在要是停工，咱们家就真的一无所有了。行，你翅膀硬了是吧？打今儿起你就是死在地里，我也不管你。哟，大伙儿都快来看啊！这不是咱们村的江大才子吗？大学生就是不一样啊，拿着娶媳妇儿的钱给泥巴地修皇宫呢。小易啊，这天热的邪乎，肯定是汉年大丰收，你这钱留着多买2台拖拉机不好吗？就是啊，听说媳妇儿都气跑了，这书呆子就是死脑筋，几10万砸进泥里，连个响都听不到。王虎，让开！我没工夫跟你扯闲篇儿，看在乡里乡亲的份上提醒你，暴雨马上就要来了，你那片低洼地最好赶紧挖排水沟。瞎扯！我种了20年葡萄，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都多。这叫天热催果子熟，今年铁定是个大丰收。倒是你钱造光了，媳妇儿也跑了，你那20年的老经验，在极端天灾面前一文不值。到时候别哭着喊着来求我。小兔崽子，你敢咒我呢？都给我住手！老实说，您怎么来了？给我闭嘴！王虎，你在这儿耍什么横？赶紧把路让开！我们这不是替小叶着急吗？几10万买一堆破铁管子，这不是败家子儿吗？瞎起哄！小易挖的那些沟我去瞅过，那是照着市里最高标准的农田水利挖的。今年这天确实闷得不正常，空气里一股子水腥味儿。人家大学生懂科学，留条后路总没坏处。都散了，拿着钱往水里扔，还成懂科学了。走着瞧吧，有他哭的时候。小姨呢？你这次动静闹得太大了，村里人看笑话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支书，谢谢您，时间会证明一切，我得赶紧回去赶工了。疯子，全都是疯子！我绝对不会跟着你在这个地方背一辈子债。江毅，如果你今天天黑前不叫停那些挖掘机，我们的婚约彻底作废。大家各自冷静一下吧，永远别来找我。冷静，是该冷静。等暴雨过后，你会明白我今天做的一切。陈工，速度再快点！今晚所有工人连轴转，工钱我给你们开平时3倍。明天中午之前，所有的防雨膜必须全部上浆固定。江总，兄弟们都快累垮了，真有你说的那么大的雨吗？风暴核心已经成型，明天咱们要面对的不是普通的雨，是能吃人的猛兽。给我把每一颗螺丝都钉死。江总，整整30亩的加厚防雨膜已经全部封顶固定牢，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。地下排水的防渗膜工程怎么样了？2家果园交界的地方有没有漏掉的死角？挖了2米深，铺了2层工业级防渗膜，直接通到村东头的大沟里。不行，我得亲眼确认才行。水泵的实际测试做了吗？要是遇上强降雨，必须能做到立刻排空。4台大功率工业抽水泵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就等您亲自开机测试了。干得不错，让所有工人赶紧收拾工具，撤回到城里去。尾款我马上打到你们账户上。江总，这天闷得太反常了，连片云彩都没有，真会有你说的那种特大暴雨吗？这不是普通的雨，这是大自然的灾难，赶紧撤。小易啊，你都1天1夜没合眼了，赶紧吃口饭吧。妈，我不饿。我爸呢？他还在生我的气吗？能不气吗？你把准备娶小曼的30万首付全砸在这些破棚子上了，他气得连早饭都没吃。妈，只要挺过这几天，保住这批葡萄，下个月我就能把本钱全都赚回来。你还不死心呢？小曼刚打来电话，把订好的婚房退了，连彩礼都要退回来，你们彻底完了。退了就退了，道不同不相为谋。他要的是安稳，我要的是事业。你为了这些破树坑，连马上过门的媳妇儿都不要了？妈，这不是普通的树，这是我的命根子，更是用科学武装的底气。疯了，你真是疯魔了！我不管你了，你也别认我这个妈。
哟，大伙儿都快来看，哈哈哈！咱们村的江大高材生还在这守着他的破棚子呢。小易啊，这大太阳都快把地高熟了，你捂着这么厚的塑料布，是想把果子直接烤成葡萄干啊？这是私人防洪区，没事赶紧滚！防洪防的什么洪？我看你是防你跑了的媳妇儿回来卷钱要债吧？王虎，你嘴巴放干净点，别以为我不清楚你心里打的什么鬼主意。我打什么算盘？我就看你这破地迟早破产。小崽子，你那30万早就打了水漂，我出2万块，把你这破园子连带着铁架子都转给我。就凭你这种靠天吃食的蠢货，也想吞掉我这么多年的心血？哎呦我去！我早就警告过你，别碰我！断了，快松手！给疼死我了！别打，我错了，我不买了还不行吗？滚回去看好你那片低洼地，等暴雨一来，你连哭的地方都没有。赶紧滚出我的地盘！王主任，这是我果园的3房1排升级改造方案。我今天过来正式申请市级高标准农田备案，2米深的主排涝渠，全覆盖式钢架防雨棚。江毅，你这标准比市里的示范园都要高，你这是打算把果园建成铜墙铁壁啊？主任，西太平洋冷波正在南下，特大暴雨随时可能降临，传统露天农业必须向设施农业转型，这是唯一的活路。你这何止是下了血本，简直是把身家性命都赌上了。村里人没少在背后看你笑话吧？燕雀安知鸿鹄之志？我从来不怕天灾，就怕有人背后使坏。我隔壁赵强那片地本来就低洼，连个像样的排水沟都没有，等暴雨一下，我就怕他狗急跳墙，硬把水往我园子里引流。他要是敢动高标准农田的排水系统，那可是犯法的。所以，我今天不光是来备案的，还想请主任派技术员过来实地确权。我要在2家地界边上拉起合法的硬质防护网。好小子，懂得防患于未然，做事还这么周全。咱们镇就缺你这种懂科学、有章法的新农人。小刘，带上测绘仪，再调一辆皮卡，装满国标硬质钢丝网，5分钟后楼下集合。多谢王主任这么支持我。小易，你尽管放开手脚干，只要你的方案符合规定，我们就是你最硬的靠山。哟，王主任，什么风把您这尊大佛给吹来了？是来查封这破园子的吧？别跟我套近乎，我们今天过来是给江毅的果园做高标准农田确成化变的。什么东西？高标准农田？就他挖的那几个烂泥坑也配叫高标准？不懂就别乱讲。江老板这套防涝排水系统是现在全省最先进的设施农业配置。王虎，你看清楚这条线，这是法律规定的边界，敢越界1寸，我直接让你进去裁缝纫机。你吓唬谁啊？我种地的时候你还在穿开裆裤，拉个破铁丝网就真把自己当主人了？王虎，你给我放尊重些。这道防护网是镇农业局备案审批过的合法设施，看清楚上面的字，重点农业保护区，严禁破坏，违者移交公安机关。主任，您这也太偏向他了吧？不就是拉了道网吗？至于这么上纲上线吗？当然至于，我太清楚你是什么德行。这道铁网就是专门防你这种小人的。呸！小人得志，我倒要看看这大太阳底下你能防个什么洪水。王虎，我最后提醒你一次，气象台已经正式发布了暴雨预警，你那片低洼地赶紧停了施肥，马上挖沟排水。行了，我的果子眼看就要全熟了，这时候停肥就是断我财路。哼！快点儿，把这批膨大催甜素全拿过来兑水浇透，一棵树都不能漏。王老板，这天闷得太反常了。今早我看新闻说，真的要下大暴雨啊！你懂个屁！那都是天气预报吓唬城里人的。王哥，你看隔壁小陈连主任都惊动了，咱们真不挖条沟防防？挖沟能挖出钱来啊？他那是书读多了，脑子呆了。等我这批果子提前上市，卖个好价钱，馋死那小子。只要再闷3天，我的果子就能全熟了。到时候老子买辆大奔，天天停在他那破铁丝网前，使劲按喇叭。行吧，老板说啥就是啥吧。小叶啊，这果子胀得也太吓人了，你看这皮儿薄的，轻轻一捏就破。要是能顺顺利利摘下来，绝对是顶好的特级果。膨大期赶上这种极端闷热天，果肉细胞早就吸足了水分，现在正处在临界点上。临界点是啥意思啊？意思就是现在只要来一场大雨，哪怕只是中雨，这些果子就会因为急剧吸水，瞬间全都炸开，皮裂果烂，一颗都剩不下。全部裂果？那不就全变成烂泥汤了吗？这可是上百万的收成啊！来了，红色预警，强对流云团已经越过省界，正朝着咱们镇飞速扑去。可这天明明还是大晴天啊！太阳毒的能高出鸡蛋，哪有半点要下雨的样子？这就是最吓人的地方，焚风效应已经到了顶点，暴雨下来的时候根本不会有任何缓冲。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啊？要不要赶紧找人来抢收？来不及了，现在摘下来果子还没全熟，根本卖不上价钱，只能硬扛。你快去检查所有水泵的线路，快！
小曼，你那个未婚夫还没来跟你低头认错啊？别提他了，简直就是个不可理喻的疯子！30万首付全砸进了泥底里，还骗我说有什么特大暴雨，还暴雨呢？他当自己是龙王爷啊？这么热的天，连片云都没有，他撒谎都不会找个像样点的理由。唉，我看他压根就没想跟我结婚。听姐一句劝，这种男人绝对不能嫁。你现在就给他发最后通牒，让他把那些破铁架子全卖了换钱。江毅，你看这天哪有半点雨？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，我们能凑齐首付，这才叫及时止损。他要是还执迷不悟，你就直接把他拉黑，这是他最后一次机会。要是他非要跟那个破果园过一辈子，那我就彻底成全他。兄弟们都把车停稳了，最多再过2天，我这30亩大葡萄就能全部采摘上市。王哥，我看天气预报说今晚有大暴雨，你不赶紧搭个棚子挡挡？哈哈，扯犊子！城里人懂个屁的种地天气，老子种了半辈子地，这叫旱天闷果，果子就是这么焖熟的。就是，王老板可是咱们村的种果大户，经验老道的很，哪像隔壁那个江毅瞎胡闹。江大高材生还在里面当缩头乌龟呢，蒙着那么厚的塑料布，小心把果子捂烂了。哟，隔壁这大棚搭的真够专业的，这钢管这排水沟少说也得花几10万吧？哼，专业个屁，那就是个烧钱的无底坑。等老子这批果子卖个几百万，看我不拿钱砸死他！王老板今年这果子涨势绝对要赚得盆满钵满，到时候可得请全村人吃顿好的。没问题，等我钱一到手，第一件事就是把隔壁那块破地给收了，让他求着喊我爷。哎，王老板，快看那边，那是什么？啊！小叶，4台大水泵全都检查好了。好，所有人都推到安全棚里。封顶！老天爷呀，这简直就是跟变形金刚似的！这是怎么回事？天气预报不是说没风吗？虎哥，快跑啊！天要塌下来了！我的果子，我的钱啊！暴雨来了。水，全是水，我的葡萄树都要泡烂了。王老板，别挖了，没用的，这水根本排不出去，都裂了，全裂了啊！我这马上就能卖几百万的果子啊！完了，全绝收了，王老板，咱们今年连买化肥的本钱都赔光了啊！小希，这是奇迹啊！真的是奇迹啊！你快瞅，这些果子膨大期，最忌积水，控柜保果，这是基本常识。每颗都保住了，30亩的特级果，连个裂口都没有。小易，咱们赢了！别高兴得太早，暴雨还要下24个小时，水泵半刻都不能停。马上去检查2号备用电源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咱们这园子现在就是个聚宝盘。老头子，我不走了！这么大的暴雨，那30亩地肯定早就淹成一片汪洋了。起来，就算被淹死也得去看看，把那个臭小子给我接回来。你看看赵强家那片地，彻底完了，连果树都快被淹没了。小易那几10万搭的铁架子，能扛住这种天灾吗？肯定扛不住，这雨太邪乎了。咱们老江家这回算是彻底完了。老头子，你快掐我一把！我不是在做梦吧？这里面没水，一滴水都没有。保住了，全保住了。小易没骗我们。爸妈，爸妈，小易啊，妈对不起你啊。妈以为你疯了，以为你要把这个家给毁了呀！我才是老糊涂，我不懂科学，还拿树枝抽你，儿子爸给你赔不是啊！爸妈别这么说，这不能怪你们，是几千年靠天吃饭的老观念把你们的想法给框住了。小曼走了几10万的买房首付也打了水漂，妈这些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啊！妈，你好好看看，这满树满枝的果子就是咱们家最大的底气。外面的露天葡萄全完了，等明天太阳一出来，咱们就是全省独一份的葡萄货源。老哥哥老嫂子，你们尝尝看，这果子现在可是稀罕东西，转眼就能卖出天价，几10万算什么？好儿子，好儿子，咱们老江家真的要熬出头了。等这场天灾过去，
我要让那些以前嘲笑我、看不起我的人都看清楚，什么叫真正的降维打击。哎，姜老板，开门啊！我出80块一斤，现款现结。你这30亩的阳光葵的葡萄，我全要了。去你的80，我出90。姜老板，我是省城最大的连锁超市采购主管，咱们签长期供货合同。小姨，平时最多卖30块的果子，现在都炒到90了。全省露天葡萄全绝收了，咱们这是独一份的垄断啊！物以稀为贵，90块还不是顶价，开门竞价。奇迹啊！这简直是奇迹！这么大的暴雨，居然连1颗裂果都没有，这品相太绝了！别废话了，我只跟省内最有实力的冷链物流合作，100块一斤不还价，现款，自己带工人来采摘。100就100，现在全省市场都断货了。就算150一斤，拿回去照样一抢而空。江毅，我签了。各位别着急，都有合作的机会。老板您行行好，我树上还剩几颗没掉的果子，10块钱一斤，不，5块钱一斤，您全拉走就行。走开！5块钱你这全是烂果子，白给我都嫌占地方。求求您了，我还欠着10几万外债呢，您不能见死不救啊！见死不救，你自己蠢能怨谁？你看看人家姜老板几10万的防雨炮算个啥？人家今天1天的纯利润够买你这种破园子10个。让开！我才是那个大傻子，我才是那个靠天吃饭的睁眼瞎。姜总，您这也太快的离谱了，这才放给你5天，您就把20万汇农贷本息一起全还清了。这只是第一批果子的进账，麻烦你查一下我现在的卡里余额。300万，姜总，您就这几天净赚了300万。高风险对应高回报，如果不是极端天气形成市场断档，我的果子卖不到这么高的价钱。姜总，您现在可是咱们镇的头号有钱人，有没有兴趣看看我们行的高端理财项目？没兴趣。这笔钱我会全部投进果园2期的高科技自动化升级里，农业大有可为。小曼，你赶紧找份新工作吧，天天蹲在这吃泡面，这哪是人过的日子啊？你以为我想啊？要不是江毅那个疯子把30万首付全砸进泥地里，我现在早就在新房里挑家具了。本台特别报道，在刚刚过去的几10年一遇特大暴雨中，全省露天大葡萄遭受了毁灭性打击。小曼，那不是你那个前未婚夫吗？他上省台新闻了。不可能，他当初买的明明就是一堆破铁管子，怎么就变成了这么先进的高科技大棚？江先生，据我们了解，您这次果断有力的防灾措施，让您的果园在全省绝收的大环境下，赚到了惊人的3倍差价。是的，初步估算，这几天的纯利润大概在300万上下，还是此业的第一生产力。300万呀，小曼，他在城里全款买2套大平层都绰绰有余，你居然为了30万的首付跟他分了手？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我当初以为他就是个一根的疯子，没想到他居然是个这么有远见的天才啊！小叶，对不起，我被猪油蒙了心，我们和好吧。我不要什么首付了，我什么都不要了。他已经把我拉黑了，他真的不要我了。这下全完了，完了！冷电商让我赔30万违约金，完了，全完了！姐夫当初可是你拍着胸脯说肯定能发财，我投了5万块，你今天必须还给我。对，今天不给个交代，我们哥俩就去搬你家彩电。别逼我，我已经破产了。那个姓姜的王八蛋凭什么赚300万？我活不下去了，他也别想好过。去，把他铁网下面的防煞膜挖穿，把咱们这边的泥浆水全灌进他园子里。这可是违法的，被抓住要蹲大牢的。只要水一灌进去，他的葡萄树就会染上根腐病，到时候咱们都破产，谁也别想当首富。抄上铁锹，走。就从这里挖，这底下就是他的排涝深坑。姐夫，你确定他没在里面看着？少废话，赶紧挖，把防树膜挖破，再挖深点，马上就通了。我等你们很久了。江毅，你大半夜的故意吓人，耍什么把戏？私自损毁合规农用设施，还蓄意云水破坏果园。王虎，你这举动纯属自找麻烦。姐夫，被撞见了，咱们赶紧溜走。跑什么跑？我早就一无所有了，就算豁出去，也要拖着你一起遭殃。看我收拾你这新晋首富！
真是不知悔改！你竟敢动手伤人！我看谁敢对我儿子动手！王虎，你心思歹毒，自己种地不行，反倒跑来欺负人！老林，你儿子打人，我要报警抓他！哼，报啊！是你先毁防洪设施的，我儿子这是正当防卫。都住手！王虎，你又在搞什么名堂？王主任，王虎带人半夜毁坏高标准农田辐射膜。王虎，你真是无法无天！天灾没把你淹死，你偏要自己往里头钻，是不是？主任，我破产了呀，我活不下去了。江一挣了300万，他凭什么不分我点儿？凭人家懂科学，凭人家敢担风险，你这是红眼病，更是违法犯罪。现在正式下达整改通知书，限你24小时内全额赔偿，需赔付防护网和防射膜的全部维修费。我没钱，我1分钱都没有了。没钱，那就跟我走一趟。故意毁坏农业生产设施，够你进去待几年的。别！起来，走，老实点儿，走，快点走。活该呀，这种人，老天爷总算收了他。爸妈，没事了，最难的坎儿我们已经跨过去了。儿子，你受苦了，以后不管干什么，爸妈都全力支持你。喂，乡亲们，大家都安静下。老支书，赶快宣布吧，大伙儿等不及要跟着小商干了。没忘了咱们这些乡亲。经镇里批准，今天合作社正式成立了。乡亲们，我林业是吃这方水土长大的，我一个人付了不算啥，只要大伙儿愿加入合作社，我免费提供全套气象数据解析。小叶，那建防雨棚的钱呢？我们可掏不出几10万呀！建棚的钱，合作社全部垫付，等年底果子卖出，钱再从利润里扣。这简直是拿钱往咱头上砸呀！小叶，我头一个报名。我们也报，跟小叶干。小溪，我还能参加吗？王虎，你还有脸来啊！当初你带人扒小溪的防护棚，你忘了？我混蛋，我不是人，我的地被拍卖了，现在只能去城里。王虎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小溪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明白了，光靠天吃饭不行了，求你给我个机会，让我回村种地吧。加入合作社行，不过你得从最底层的杂活干起。我干，什么脏活累活我都干。多谢小易，多谢江老板。乡亲们，搞农业必须敬畏自然，相信科学。明年咱们要让整个村子变成全省头1号的优质葡萄示范园区。张叔，您瞧，这是土壤温湿度感应器，往后不用天天往地里跑了，翻翻手机就晓得啥时候该浇水。这小铁棍子这么厉害啊，插地里就能自己往回传消息。张叔，这叫物联技术，宋指导员是省农科院下来的专家，听他的，保准错不了。小易呢？这上头写着往后施肥打药，全得按合作社的章程走，不能由着性子自己捣鼓了。对头，标准化栽种才是咱们攥住定价权的真正底气。谁要敢乱打催熟剂，立马从合作社除名。刘叔，您放宽心，咱们统一共有机肥，成本比您自个儿买还低。好嘞，听专家的。以前自己瞎琢磨，赔的底裤都快不剩了，往后就跟着你们干。辛苦你了，宋冉这几天连轴转，累得够呛吧？江老板发薪水，我哪敢不卖力气啊？明天就是咱俩的婚礼了，结了婚，这合作社1半的股份都归你，你可是老板娘。少耍贫嘴，外头还有好爹乡亲等着呢，麻利干活去。真香，泥土的味儿混着果树的清甜。头回见你，你也是站在这个地儿，那会儿这儿还是一片烂泥荒坡。那时候你浑身是泥，活像个野人，正冲着一台挖机嘶吼。没法子，那天暴雨眼看就要来，我急疯了。你当时是省里派下来的关键人物，我真怕你把我的项目给毙了。我怎么会毙掉一个真正的农业天才呢？你盯着气象图的眼神，就像个准备冲锋的将军。那阵子全村人都骂我是神经病，未婚妻为30万首付走了，我爸拿棍子抽我。都翻篇了，事实摆在眼前，你是对的。这不过是个开头，明年我要建一座现代化的冷链物流中心，咱们不光卖鲜果，还要申家国、葡萄酒，我要让这个村子的名号叫响全国。我陪你啊，不管你要建多大的商业蓝图，我都给你拿出最好的技术支撑。大后天换上婚纱，我要让全村人都看看，我江毅娶到了世上最好的女人。
今天是我儿江毅跟宋冉大喜的日子，我这个当爹的呀，高兴打心眼里高兴。乡亲们，我不怕你们笑话，当初小义捣鼓大棚，我头一个跳出来反对，我差点亲手把儿子的前程给断送了。这下我算明白了，时代变了，种地要靠脑子。小义爸敬你一杯，你比我有出息。爸，没有您和我妈在暴雨那晚拿锄头护着我，就没有我的今天。大伙儿都静一静，今天我不光是来喝喜酒的，更是来道喜的。小义既是我们镇的致富领头人，如今又娶了省农科院的高材生，这才是实打实的科技兴农。来，咱们一块举杯，祝这对新人白头偕老，祝咱村的现代农艺越来越旺。干杯！小贺啊，叔今儿多喝了2盅，村子交给你，叔可就安心了。老支书，您可得多保重身子，合作社往后还得靠您把舵呢。江老板、老板娘，盼你们早添贵子，明年我也换台大彩电。谢张叔，只要大伙照规矩种，甭说彩电，买辆车都不在话下。姑娘，前头的路太烂了，我这底盘都磕2回了。师傅，求您再往前捎一段路吧，车钱我出双倍。妹子，这真不是钱的事儿，前头那是林老板包的村子，今儿个正赶上人家大婚，道都被迎亲的车队占满了。你刚说啥？谁大婚？还能是谁呀？咱全县出了名的葡萄大王江毅呀！听说新娘子是省城来的大专家，俊的跟电影明星似的。这江老板一年挣好几百万，场面能小得了吗？赶紧的，下车吧。死丫头，你疯哪儿去了？那个该死的江毅联系上了没？你倒是赶紧去求他复合呀！妈，他今天办婚礼了。什么结婚？跟谁结？那穷光蛋居然敢娶别家姑娘！穷光蛋，人家现今是千万身家，娶的可是省农科院的大专家。千万身家？那你当初到底为啥跟他散了？当初不是您逼着我非讨那笔首付吗？不是您骂他成天摆弄土科比不会有出息吗？这会儿反倒怪起我来了。小易，那本该是我的，那身婚纱本该是我穿的。我还以为谁呢？这不就是当初为了30万首付，指着我们小义鼻子骂他疯子的苏大小姐吗？张叔，您让我进去，我要见小易，就跟他说一句话。你还有脸来见他？今天小义大婚，光这场地布置就砸了8万块。我错了，我是真的晓得错了。张叔，我求求你。晚了，人家新娘子是省城来的大专家，懂科学有文化，你懂个啥？你只认房子车子，只图个安稳。小义当初给了你离开的自由，如今人家打下了江山，你又掉头想回来当皇后，做啥春秋大梦呢？麻利走吧，别杵这儿招人烦，沾了晦气。科技改了土地，也筛掉了人心，属于我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张。